我们村有弟承兄媳的习俗，我哥刚死，我妈就迫不及待地把我嫂子推进了我房间。你嫂子身子干净，你好好对她。我激动地看着不知所措的嫂子。就在嫂子颤颤巍巍地脱衣服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三叔的电话。你嫂子在村口的大树上上吊了，死透了。你家怎么没人来收尸啊？瞬间，我脸色变得惨白。此时嫂子脱的只剩个白色吊带了，可是现在就算她再美，我也没心思欣赏了。就在她还想继续的时候，我急忙叫停了她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正常点。三叔找我有事，我先去一趟。就在我手放在门把手上，想夺门而出的时候，嫂子温声细语地说：“别去，他要害你。”我震惊地看着嫂子，你信我，他早就不是活人了。你想想，最近半个月，你有在白天见过他吗？嫂子说的我有点迟疑，因为我最近确实没在白天见过三叔，而三叔平日里最爱热闹了，有事没事就爱往人群里钻，现在白天足不出户，这不合理。此事7日华将，华将之后就要吸血，将是7日重生。13，听我的，你别去，会死的。你看我好糊弄吗？13，你真的不能出去。你今天晚上只要出这个房间门，就一定会死。但是你待在这个房间里的话，百鬼俱退，没人伤害得了你。这个房间是你爷爷活着的时候专门建来保护你的。你不信我，你也要信你爷爷啊。你认识我爷爷？算了，我信你。忽然，门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13，开门啊！你个臭小子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。是三叔的声音。我慌乱地看向嫂子，外面的敲门声还在继续。快开门！你不开门我就进去了。他能进来吗？这间房子门槛柱子都是用桃木做的，就连盖房子的水泥里都混着黄符。只要你不同意，没有任何脏东西能进来。听到嫂子的话，我狠狠地松了口气。三叔在门外敲了好一会的门，见我没有开门的意思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三叔走后，嫂子还想继续，但是任凭他使出浑身解数来引诱我，我都提不起劲了，最后只能轻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睡吧。”第二天我醒了以后，嫂子早就不见了踪影。想起昨天晚上的事，我急忙穿好衣服出了门。我想趁着青天白日的去三叔家看看，三叔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半路上遇到了儿时的玩伴旺财，多年不见，旺财很高兴，挥着手跟我打招呼，问我去干嘛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没敢告诉他实话，只跟他说我妈让我去喊我嫂子回家吃饭。谁知我话刚说完，旺财就一脸惊恐地看着我。你不是你家的独子吗？你连哥都没有的人，哪来的嫂子？兄弟，我胆子小，你别吓我。你说什么屁话呢？我哥……我骂到一半，突然停了下来。我哥？对啊，我哥怎么了？我怎么脑子里没有一点关于他的记忆啊？中邪了吧？找三叔看看去吧。一瞬间，我脊背发凉，全身都在冒着冷汗，太邪性了。是啊，我哪来的哥？哪来的嫂子？旺财走后，我跌跌撞撞地朝着三叔家里走去。三叔家近在咫尺，就在我马上要推门进去的时候，一双手再次拉住了我。是嫂子！我吓得一个机灵，嫂子连忙捂住我的嘴巴，拽着我往高粱地走。我想挣开嫂子的钳制，但是奈何嫂子的力气实在太大了，我试了几次都没用。到了高粱地深处，嫂子才放开我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其实我不是人，我叫常青青，舍弃颜面。你爷爷对我家族有恩，我不会害你的。13，你醒醒，你好好的想想，这个村子里真的还有活人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办法说，这个事情只能你自己想，但是我不会害你。你一直说让我相信你，可是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说的鬼话，我一句都不信了。我现在就去找三叔问个明白。就在我转身想走的时候，常青青突然勒住了我的脖子。13，你看到了，如果我想杀你轻而易举，但是我真的是想要救你。濒死的束缚感让我头蒙蒙的，脑子近乎到了极限。电光火石间，我想起我们村的人好像真的都死了，是我给他们收的尸。就在我以为我也要死了的时候，常青青突然放开了我。我跪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吸着气。我们村的人好像真的都死了，我信你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常青青听到我信他，咧着嘴笑了。常青青说，桥梁是阴气汇集、阴阳交接的地方，我们村一大半的魂魄都附在村口的大桥上。晚上的时候，我需要手捧着白蜡去桥上，从桥头走到桥尾，把我们的村的人送走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回归正常平静的生活。常青青边说着，边给我端出来一碗金灿灿的红烧肉。快吃吧，晚上送魂是个体力活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去跟那些脏东西纠缠。我看着面前的肉，迟疑了一下，
村里的人都死光了，你哪里来的肉？这肉是你爷爷留下的。13，你忘了，你爷爷是卖猪肉的，家里有肉有什么稀奇的？被常青青这么一说，我好像真的隐隐约约的回忆起，我爷爷是卖猪肉的。晚上的时候，常青青把蜡烛递给我，再三的叮嘱我13，一定要记得，在桥上，任何人跟你说话你都不要搭理，不管他们跟你说什么，你都不要信，他们都是骗你的。还有，千万不要回头，不然你就会被他们拉入阴阳两界，永不超生。13，一定要记得啊！我接下常青青手里的蜡烛，郑重其事地对她点了点头。我记下了，你放心吧。然后我拿着蜡烛缓步地走到了桥头。今晚的月亮明明很大很亮，但是大桥上却一片漆黑。我看着黑洞洞的大桥，心下有些发怵。13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已经当过一次缩头乌龟了，你还想当第二次吗？你真的想死吗？我踏上大桥的瞬间，周围的场景如走马灯似的变了。我又回到了我家，我看到爷爷给我领回来一个媳妇，我想去掀媳妇的盖头，却被爷爷一巴掌打在手上。现在不是时候，等你媳妇蜕完皮，才真的是你媳妇。画面一转，我看到旺财领着一群人乌泱泱的往我房间里钻，他们扯下了我媳妇的盖头，媳妇眼中噙满泪水，幽怨地看着我，而那张脸分明是常青青。就在我拼命地想上前阻止的时候，一个转环，我又回到了桥上。